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句子 AOI 编程。现在看到画面跟你看到的画面是相同的。我虽然用的是离线编程软件，但是跟在线机器操作的界面是完全相同的，只是我的是不能运行的，但是我的操作画面跟机器的上面的操作画面是完全相同，没有区别。好，这次我们开始介绍如何编程。上次我们打开我们上次做的程序，这个 ABC 第一是我们上次做的程序，我们直接打开它，是在设计模式下打开这个程序的，可以打开它。打开之后，它是打开之后它是不能是进不去，进去是没有画面的。这个是我刚刚导入图片的，刚刚是我导入图片，所以它有图片。正常情况它是没有图片的，所以说要在编辑模式下，然后导入这个程序的图片。这个图片我放在这个里面，这个是所有的图片，随便点击一个打开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就是这个整个程序啊，一个图片，一个坐标。做程序之前，我们先做 mark 点，直接商进去。商进去之后，我们做程序的方式是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这种做法，这样不会丢数据。刚开始我们就先新建一个窗口，新建窗口之后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料号，我们叫做料号复制，然后粘贴到这个元件库里面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只要是相同的组件料号，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算法就可以了，做一个程序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每个物料都要做，我们只是做这一类的程序就可以了，是以这个料号为准，组件的料号我们就把它放在 mark 点里面，这个是 mark， 我们就放在 mark 的元件库里面，只要是相同的名字，所有的程序都会自动更新。然后点击这个之后呢，我们要开始要选择这个就是类型。当这个因为这是 mark 点，如果是其他元件，当其他元件发生不良的时候，我们以什么样子的名字展现出来，以什么样的问题把它在后面维修站那边显示出来，这是报什么问题，是通过这里选择的。假设我们是个店主，我们就选择，假设店主是缺件，我们就点击一个缺件、缺少或者丢失或者漏贴这些问题，根据你想要它报什么问题，你就在这边选择什么的缺陷问题。因为这个是mark点，我们就随便做一个。mark 点的作用主要是将坐标对齐，这个就是光源，就是检测光源。
AOI 检测光源，标准的是 RGB 光源，红绿蓝，还有白光，不同的光源。这是光源的介绍。我们常用的、经常使用的就是这个 RGB 光源。然后这个是算法，就是我要通过什么算法把这个缺陷把它检测出来。这个里面算法有很多，但是什么缺陷就使用什么不良的算法，就使用对应的算法。这个就是检测组件的算法，检测缺陷的所使用的算法。里面算法不是说一种算法只能对应一种检测方式，它是灵活的，不同算法都可以检出这个问题来，只是哪个算法最合适、最灵活、检出率最高，我们就用哪个算法。不是说这个算法一定要用，不是说缺件少息就一定要用这个算法，其他算法也可以使用，都可以用，不是说只能用那个算法。比如1+1等于2， 2+0也等于2， 3减1也等于2。结果把缺陷问题检测出来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说用什么算法才是最好的，只要能把问题检测出来就是最好的算法。这个就是算法的意思，里面有很多算法，不一定要用哪个算法是最正确的，没有这个说法，哪个算法能检测出来就用哪个算法。像这个 mark 点，我们也可以用两种算法，一个是这个，还有一个是用那个 mark search。用这个也可以检测出来，还有一个用这个，用这个也是可以的，就是说看你用什么算法来检测这个缺陷。目前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 mark 点是用这个算法来检测 mark search。然后这个是坐标 x 对齐，y 对齐，这个 sy 对齐。然后这些是调用向量、输入向量，这些我们不用管它。我们主要是讲这边这个区域，这个板是放了很久，氧化了。我们可以通过抽这个颜色，这个同色作为它的 mark 点，这个黄色作为它的 mark 点，也可以抽这个底色作为它的 mark 点。这个没有任何的绝对说一定要用哪个，我们可以用这个黄色作为 mark 点，也可以用上面那个，哪个识别准确就用哪个。
首先我们把这个窗口拉到最大，然后它是什么颜色？它是这个是红色，我们就双击这个，然后拉下来，然后这边把它这样子拉下来，拉下来之后，这种粉色就是机器已经识别的颜色，我们要让机器识别这个粉色，粉色就是我们需要的颜色，其他的我们就把它去掉，我们就要通过颜色和亮度这两个来调整它。我们慢慢的调整，因为这个马克点氧化了，可能不是很好。可能不是很好，很难把它单独的把它区分出来。然后这里就是这个圆的，这个圆的实际尺寸，我们要把这个圆把它颜色抽出来，抽成粉红色，让这个程序明白这个粉红色就是我们需要的颜色。AOI 也是通过这个粉红色才判定的。这个圆大概是900 0.9，看这个结果，它计算结果才43%，这个错误的，最大100%嘛，最低80%，现在肯定是 NG 的，这个是 NG 的，因为这个43是低于这个范围内的，至少要超出80%，这个才是正常的。那么这个也肯定不是9，那就是1000，试一下，1000也不对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圆的具体尺寸是多少，我们只能慢慢试。那是1200吗？因为它现在这个圆就是机器这个算法自动检测出来的圆，这个应该80%不对，应该是150 1.5的直径，1.6。这个应该这是1.4的马克点，这个是圆，我们也可以用方，用圆用方都可以，只要哪个识别抓取更准确，就用哪个。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方，因为我喜欢用方，可能方的识别更好一点，但不一定啊，因为这个氧化了可能识别没那么大。这个窗口是什么窗口呢？这个窗口是查找窗口，它会在这个窗口内去抓取这个圆，通过这个窗口内抓取这个 mark 点，所以搜索范围你可以拉大。如果附近旁边没有其他的干涉，我们可以拉大，拉大，它就在这个范围内搜索这个圆。现在这个
它的判定结果是95%，那就是 OK 的。我们也可以把它改低一点，改个75也可以，只要是高于70，它就判定为 OK， 最大100%，最低70%。下面就是输出向量，这个 mark 点就不用管它，我们可以在后面讲解这个输出向量。做完之后，假设这个 mark 点误报很多，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算法来加强它的检测结果，我们再增加一个窗口。这个窗口我使用另外一个算法，我不用刚刚那个算法，我用另外一个算法。我用这个算法，拍照算法，我直接把它框起来，这个红色框啊，不要看这个下面那个橙色是框，我们不管它，我们框这个框，我们在这个位置把它框起来。框起来，然后点一下取窗口，取完窗口之后，点击取完窗口之后，我们把它拉大来，这个算法就做好了。只要在这个窗口之内，在这个搜索窗口之内，能识别到这个 mark 点，并且大于65%就可以了。现在它结果是100%，因为是一模一样嘛，所以是100%。这是第二个算法，这是第一个算法，这是第二个算法。我为什么要用两个算法，不用一个算法来检测呢？因为我是担心这个算法它识别不好，因为这个已经氧化了，这个铜板已经氧化了，所以我用第二个算法来识别它，然后我把这个两个算法合并，然后合成一个组，这样子。这个意思就代表，只要这两个算法中有一个是检测 OK 后，那么就代表这些都是 OK 的。只要这两个之间有一个算法是检测是 OK 的，那么这个是 OK 的。好，这个8个点已经做好了，我们把它居中。居中的意思就是跟外面的 CD 坐标是重合的意思，我们把它居中。然后这个也是要居中的，居中，这样子就比较好。然后我们点击更新到元件库中，OK 就做好了，然后点击退出，然后点击4，
那这个 mark 点就做好了，这个 mark 点是做好了，是吧？然后我们退出来，它弹示要不要保存，我们点是。mark 点，我们这里有2个，这个也是做好了，这个为什么没有呢？按道理是相同的。哦，这个忘记了，这个里面要选择一下这个里面。要选择这个电阻 mark， 要选择这个 mark 点，这个可以不用，因为它是属于 mark 点，我们要选择这个 mark， 然后更新，因为它是 mark 类型，我们更新。这个就做完了，这个也就是这个就不需要再做了。第一个它识别是 OK 的，抓到了这个范围，但是第二个它是 NG 的，它的识别范围是检测结果是63，我们给的是65，但它也已经抓到了，只是它的相似度只有63%，位置是没问题的，所以这个参数我们可以给低一点，给到50，它就 OK 了。它是抓准了，但是相似度低了。我们更新这个元件，然后保存，这个 mark 点就做好了。然后因为这个 mark 点它要旋转角度，所以我们检测一下运行，检测 mark 点，让这些坐标 CD 坐标摆正来，旋转它，旋转到与组件芯片角度重合，那我们就运行检测 mark， 现在它的坐标就是对准了，刚刚是没对准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，所有的坐标都对齐了，这些坐标都是对的，很准的。好的，今天大概就先讲这个制作 mark 点的算法，后面我们再讲这些电容IC 啊，这些还有这些电容3极管是怎么编程的。